比特币要涨到哪呢？比特币现货 ETF 会如何影响比特币？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呢，我们依然持有前几天所开的比特币多单。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利润已经打出来了。我们可以发现呢，我在除夕夜所开的$44,900入场的多单，我们开的仓位呢其实也不大，才$30万的仓位价值而已。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吃到了$5200左右的利润呢，也算相当不错。那以太坊呢，你可以发现呢，以太坊它现在已经走出了补涨行情，甚至在我们这一波的上涨呢，以太坊的涨幅要比比特币更猛。那以太坊是非常值得我们未来期待的。你可以发现呢，目前如果我们把未结盈亏还有已结盈亏通通算上的话呢，我们已经赚了超过250万的台币了。尤其是比特币的仓位，在这几天，今天才初三初四而已，我们已经有了110万台币的利润了，我们已经吃到了10个百分点的涨幅了，相当不可思议。那以太坊呢，我们依然呢，我们拿的时间非常久，但是我们产生了非常多的收益。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呢，我们之前呢，以太坊一直被各位所说的在扛单的这张单子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虽然说在2430才入场，这个入场价已经相当差了，可是我们拿到了2600呢，我们现在依然有很丰厚的利润。那么 Avalanche 还有 Solana 等等强势的山寨币，他们也强势回归，现在我们总和的利润呢也是相当不错，尤其是以太坊非常令我们惊艳，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收益了。那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30的现金，现金哦，就是你可以直接提币走的，或你质押$5003天就可以拿到$36.5的现金，现金一样可以直接提币的。那这两个活动呢，你可以同时参加。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美国 ETF 的情况。首先呢，我们现在观察一下，其实现在这些 ETF 的数据呢，已经出现了跟之前截然不同的结果了，而且我们可以做出不一样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呢，在过往的几天呢，其实 ETF 上线才没几天，我们可以发现过去几天呢 ，GBTC 就是传统在比特币传统的这种机构呢，它的交易量都绝对是要碾压 IBIT 还有 FBTC 的。其实这就相当于是转型了，什么意思呢？以前在币圈的机构呢 ，GBTC 就是最大的。Grayscale 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因为 Grayscale 它的比特币存量呢有60多万枚是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 GBTC 它代表的呢，就是我们在币圈传统的机构。那么 iBIT、iShares 的，就是贝莱德的，它代表的是真正传统的金融机构真正传统的金融机构。还有 Fidelity 富达，它也代表的是传统金融机构。所以现在呈现的走势呢，就是传统的金融机构，它在把币圈传统的机构呢给盖过去，也就是把它的影响力呢给慢慢碾压过去。你可以发现呢，在过往的几天GBTC 它的交易量呢绝对都是第一，绝对都是第一。但是我们有在前几天的影片呢，在10天前或者说8天前左右，我们都有跟各位提到 iShares 贝莱德所发行的比特币现货 ETF， 还有 Fidelity 所发行的比特币现货 ETF， 它的交易量呢一定会超过 GBTC 的。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前几天2-3天前IBRT 它的交易量仅和 GBTC 并驾齐驱而已。你可以发现我们今天呢 IBRT 的交易量已经是 GBTC 的3倍3倍有余非常夸张，已经完全取代掉了。那再来，我们之前呢一直有谈到的富达，它一定也会超过 GBTC， 一定的。可是呢，就在今天它终于超过了它终于超过了。那未来呢，这个走势只会越演越烈也就是传统的机构呢，它会取代币圈传统的机构也就是你可以发现呢，我们的IBIT 它跟 Fidelity 它的交易量它只会越来越攀升，那么 GBTC 的交易量只会越战越小，越战越小。那其实呢 GBTC 的交易量也可以从侧面代表出它的抛压。我们之前有谈到过，
在十几天前我们就有说了，GBTC 它的抛压已经峰值过了，那现在在逐渐的下降。那随着 IBIT 还有 FBTC 它的交易量的占比呢越来越大，我们就可以说明GBTC 它的抛压呢已经越来越微不足道了。那么这就会侧面推升比特币的价格呢继续往上攀升。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4万的位置买入现货，还有我们前几天呢我们在4万4、4万5的位置买入现货，并且做多最核心的原因。好，那我们又可以看到呢，其实当比特币现货 ETF 它终于开始交易之后呢，其实我们应该关注的是美国的市场，尤其是美股。你可以发现美股呢在周线级别它走着毫无疑问的多头趋势。其实美股呢从1战2战以来呢，它已经走了多头趋势已经有100年了啊，这100年都在走多头趋势。那每当突破前高呢，就表示下一段多头趋势的开始。那尤其呢令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今天呢比特币的走势是完全听从于美股。那么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美股的开盘时间是什么时候呢？美股跟我们是不一样的，美股它分2个开盘时间，一个是冬令时，一个是夏令时。冬令时呢就是我们现在是台湾时间，或者说东八区，北京、香港、台北、新加坡东八区这个时区的晚上10点半到明天早上的5点这个时间开盘。那么夏令时呢，就是夏季的时候是我们晚上的9点半到明天早上的4点。那为什么要分冬令时、夏令时呢？因为美国的幅员这么辽阔跟中国一样幅员这么辽阔横跨的时区很多那为了节省能源呢就必须分冬令时、夏令时所以它会有区别这是我们小小的台湾完全无法理解的。那10点半开盘10点半开盘，美股10点半开盘，对不对？好，我们就来观察一下比特币它几点拉盘的。我们到1小时，这个非常的耐人寻味。我们来观察一下时间轴的变化。为什么比特币现货 ETF 它的资金一开盘，资金一流入，比特币就上涨了呢？美股10点半开盘，请问比特币几点开始拉升呢？就是10点10点美股一开盘，比特币现货 ETF 它的资金冲进来了，比特币就直接拉上去了。美国人上班呢，直接就把空头给干死了。就是10点就是10点，美股一开盘，比特币就直接拉盘所以如果说呢，未来传统金融进入到比特币这个势头呢是锐不可挡的，那我们就应该去理解美股，或者说接纳美股。毕竟我们原本在做比特币，可能自成一套系统，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已经把跟传统金融市场的规则呢已经并入了。所以美股它剧烈波动的时间就会是比特币剧烈波动的时间。那尤其是在我们开盘之后的1-2小时之内，也就是我们在冬令时呢冬天从10点半大概到1点左右的这段时间它会是波动最为剧烈的。如果大家去复盘一下刚刚的行情呢，就是这么一回事的。可以看到我们拉升的2根呢，它就在开盘之后发生尤其我们现在抛压呢，又基本上已经微乎其微，越来越小，越来越微不足道了。那么比特币就会拉升，就会突破5万，就会突破前高。就如同我们在前几天的影片当中呢，不断说明的，你看到我们在5天前我们就说即将突破，3天前我们说行情发车，1天前我们说必破新高，3个小时前我们说最后机会。那尤其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影片我们的标题呢其实都非常的有趣。你可以看到我们资金涌入 ETF 资金疯狂了，沸腾了，然后即将新高即将新高，这也是在2天之前所发的影片。所以非常欢迎你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好，我们再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那我们先回到周线我们不得不提，我们现在呢出现了一根非常重要的周线，而且已经收盘了，就是我们这根周线这根周线它收盘这根周线呢，它的实体部分呢就长达 13.5 个百分点，光开盘价跟收盘价就 13.5 个百分点非常的长。所以呢这根 K 线相当的关键，我们把它给注记一下那其实涨幅这么猛烈的 K 线其实并不多真的不多即使在我们过往这1年的多头走势当中呢也不多。我们来看一下上一次呢要看到这么夸张的涨幅的 K 线要到这一根
哦，这根它一次上涨了15%哦，那这根没有，这根是10%左右了，也还可以哦，但是呢，跟这根比呢还是差了一些些。那再来呢，再往前呢，就是这根 K 线哦，然后再往前呢，就是这根 K 线。那当然，这根 K 线它也涨了15%哦，所以我们把这几根 K 线呢，这5根 K 线都给标示出来。那其实当盘面出现这种 K 线的时候，就代表比特币或者说价格呢，它已经选择出方向了，它已经做出决定了。那当价格盘面都已经做出决定的时候，我们就只能跟随，我们不能去抵抗它。那其实呢，当出现这种 K 线的时候它都可以预示着我们前面的这段箱体或者说它一定是突破了某个很重要的阻力，不然力量呢不会一次这样子释放出来啊。我们可以来重新复盘一下，像我们前面这根 K 线当时突破的时候，它其实就是突破了我们震荡了2个月左右的底部的箱体，最底部的箱体，我们就是看到了这根 K 线，我们才能确认它的突破。我们也在当时呢，我们就买入了现货哦。你可以翻看我们1年前的影片，我们当时就在这里做多，就在这里买入现货，就在这里梭哈，就在这里卖房，就在这里卖干卖剩。对，好，那这根 K 线它代表着我们这里行情的突破。那再来，我们这根 K 线呢，它代表的是我们突破了25000，尤其我们25000呢下方它是有形成一个震荡了非常非常久的箱体的，这里能突破的话，那就代表我们后续还有一段不可思议的涨幅要走。好，那这段涨幅走完之后呢，这段涨幅走完了，就可以预示着我们行情它其实要开始了，真正的行情要开始了。那这根 K 线出现，就代表我们前面的回调结束了。那当然，回调结束之后，后面有一些变故，有一些调整等等啊。好，那当我们这根 K 线出现的时候呢，或者我们应该把2根 K 线联合在一起，这2根把它联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呢，这2根它的涨幅呢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这2根的涨幅呢，光实体部分就有27%。我相信我们复盘比特币的历史都难以找到像涨幅这么猛烈的连续2根的阳线实体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它突破了我们最重要的阻力，也就是在3万左右的阻力，所以需要有这2根涨幅这么显著的 K 线来去标示它。因为突破了这个力量，它才会被释放出来如果没有突破的话，是无法释放出这种力量的。那就如同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根 K 线为什么突破的时候它会有这么强大的突破的动能会被释放出来呢？其实原因也非常简单因为我们在此处呢，我们也已经被困住2个月了，我们在这里震荡2个月了，这里突破向上的时候呢，哇，这个力量完全被释放出来，一次就直接突破前高了。那我们在突破了原本的箱体过后呢，我们下一个目标价位呢，就会直接落在大约在$53,000左右的价格。其实53000呢，这里真的是最后一道防线了，最后一道防线了。如果要再上去的话，那就要直接看到前高附近了，大概在6万。如果说6万能破的话，那么比特币就可以直接创造出 all time high。什么是 all time high 呢？只有一个，就是69000如果我们突破6万的话，那么69000就一定会被破所以我们最后只剩下这2个周线级别值得我们注意的阻力位了，剩下已经没有了。剩下的阻力呢，已经都被突破了，已经烟消云散了。而且我们最后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每次一定要来倒数一下。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倒数的时候是73天，我们现在只剩下59天，我们就要迎来比特币的减半。我相信大家也都跟我一样，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期待迎接比特币的下一次减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退休的时刻要来了，比特币的牛市呢要开启了。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以太坊的话，它确实走的没有像比特币那么强，但其实我们这一波今天的上涨呢，以太坊它也走出了补涨的行情，这也是我们值得去期待以太坊的地方。那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谈到过，其实以太坊它的汇率呢已经来到了很重要的支撑，已经来到了近期的低点了。那其实以太坊呢是之前换的，在这波上涨，其实我们比较看好的是比特币，但我们没有把以太坊再换回比特币因为以太坊我认为它已经差不多了。那当然了，我们现在比特币的仓位呢，一定是要远大于以太坊的。但是以太坊呢，原本的多单、原本的现货，该拿的就要拿稳。那么我们就期待以太坊的涨幅，而且以太坊呢，甚至有可能在这一波上涨当中呢，会干过比特币。
啊，终于要干过比特币了，终于要轮到以太坊了，说不定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波上涨呢，以太坊走的比比特币强。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们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感谢各位，拜拜。